5月30號凌晨，以色列北部城市基利亞特什门納全城拉響防空警報。黎巴嫩方向的真主党向以方發射了約15枚的火箭彈，以色列鐵穹防空系統成功攔截絕大多數來襲彈藥，但仍然有1枚火箭彈擊中市中心商業區，造成了周邊建築嚴重的損毀。同一天，以色列納哈里亞海灘附近也有火箭彈墜入近海海域，正在遊玩的游客瞬間四散逃離，緊急避險。事發之後，以色列緊急關停北部邊境多個區域的學校，當地居民再度被迫躲入防空洞避難。這樣的衝突場景在當今早已經屢見不鮮，但如今局勢的核心症結已經悄然發生根本性轉變。當下以色列面臨的最大威脅，並非頻繁來襲的火箭彈，而是遠在美國持續枯竭的防空彈藥庫存。大家好，我是謝飛啊，歡迎來到今天的謝飛觀察。2026年2月美以聯軍呢針對伊朗發起這種大規模的軍事行動，高強度的作戰，直接就大幅加劇了美軍的彈藥消耗。那麼《華盛頓郵報》呢援引美方官員的消息稱說僅這一輪對於軍事行動當中，美軍就打出了200餘枚薩德攔截彈，外加呢海軍艦艇發射的100多枚的標準3、標準6這個艦載攔截彈，多款的核心高端防空彈藥的美軍整體庫存直接損耗過半。美軍的彈藥儲備已然是瀕臨告急。那麼有美方內部人士透露說早在4月8號停火協議生效前夕，以色列的這個彈道導彈的攔截彈的庫存就已經縮減到了個位數。那麼以色列的這個鐵穹系統呢，僅能有效攔截短程的火箭彈，一旦面對伊朗這種射程更遠這個威力更強的中遠程的彈道導彈，只能完全依賴美国供應的薩德愛國者防空反导系統。那麼與此同時真主黨呢一直在這個黎巴嫩南部穩步恢復軍事力量，對以的襲擾從未間斷。那麼僅5月30號當天呢，真主黨呢就對外宣稱，針對以色列軍隊實施了這個22次的軍事打擊行動火箭彈、無人機輪番突襲，讓以色列的防空壓力呢持續處於高位，絲毫沒有緩解。那麼事實上呢，陷入彈藥緊缺困境的不止以色列一國就在此次以色列北部遇襲的3天前，也就是5月27號，烏克蘭呢緊急致信美國高層以及國會，這個求援的語氣十分迫切。烏方呢在信中表示，在俄軍近期的一輪導彈打擊當中呢，俄方累計發射30枚彈道導彈烏方的防空部隊僅成功攔截11枚。那麼防空的防禦缺口已經到了無法忽視的地步。烏克蘭呢明確向美方提出訴求，急需補充愛國者3型防空導彈，直言當前的武器交付速度完全跟不上前線戰場的這個彈藥的消耗速度。更讓烏克蘭無奈的是呢，美方原本承諾2026年交付的110枚愛國者的攔截彈，已經全部都被調配到了中東戰場，烏方是一無所獲。那麼這也是當前國際局勢當中最尖銳的矛盾，就是美國2大核心盟友這個以色列、烏克蘭同時急需同款的防空導彈支撐戰場防禦。當然，美國自身的这個彈藥庫存早已經沒有多餘產能和儲備可供調配了。現在的美國不是2戰時期提供所有的反法聯盟的這個美國了，現在它的這個軍工整個的產業，包括它的這個生產的這個供應鏈、生產線已經減少了很多了。美國軍工產能跟不上戰場消耗的問題已經存在很長時間，但是連續2場高強度局部戰爭把這個問題暴露的是一乾二淨。根據數據呢，五角大樓呢在2025年的全年採購量為11枚的薩德攔截彈，2026年採購量只有12枚。那即使呢軍工巨頭洛克希德馬丁公司開足馬力全力生產這個薩德攔截彈的年產能，也只能夠達到96枚。可是我們反觀這個戰場的消耗速度，不到1年的時間2場戰鬥就消耗掉了超過350枚的高端攔截彈。1枚高端的防空攔截彈的生產周期要數月之久，在戰場上被發射消耗只需要幾秒鐘的時間。
那這樣的巨大的產能和消耗之間的差距是無法通過工厂加班加點來彌補的。目前美國的戰略空間正在不斷的縮小，那中國的產能倒是可以，您跟中國合作嗎？是吧？所以这個無解。特朗普政府呢上台之後，實行了美國優先的政策，對外的軍事援助也告別了以前無限輸送的狀態，而是什麼呢？精打細算，權衡利弊。之前美國五角大樓呢獲得價值257億美元的中東軍售大單，其中價值170億美元的導彈這個交易就繞過了國會程序，悄悄的進行。這背後的原因就是美國呀在短缺的彈藥庫存裡邊優先滿足付費客戶的需要。以色列需要足夠的攔截彈來阻止真主黨持續的襲擊以及伊朗隨時可能發動的軍事行動。而烏克蘭呢，則依靠愛國者攔截彈來保護城市的防空安全，抵禦俄軍的導彈攻擊。兩個國家兩個戰場都損失慘重，沒有退路。相隔數千公里的兩個戰場，因為同一種防空導彈的庫存和分配而緊密的相連。由此可知啊，關於這個防空導彈資源的跨國爭奪，本質上已經不是單純的軍事對抗的問題了，而是什麼呢？對美國全球戰略承載能力的一次極限的測試。幾十年來呢，美國通過這種充足的軍事援助來維持其全球盟友的體系，其中最重要的底氣就是自個兒充足的彈藥儲備和穩定的軍工的生產力。當然，目前的這個支撐條件呢，正在逐漸的崩潰。對以色列來說呢，眼前不斷襲來的火箭彈呢，只是一時的麻煩。決定其安全局勢、影響戰局走向的是美國軍工生產線的產能和五角大樓的彈藥分配方案。沒有硝煙的彈藥資源爭奪戰，那才是中東、東歐局勢變化的主要原因了。好了，感謝收看今天的謝飛觀察，希望各位呢點關注，我們下期節目再見。